好了，那么今天小狼给大伙儿还是带来《三国战记》的 TAS 系列呢。这一次并不等同于秒杀，这一次大家伙儿看标题就知道是速通。而速通的大家伙儿都知道啊，速通的三大要害啊是传说中的魔章诸葛还有黄忠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人就是张辽。咱们在这里先不说张辽啊，这一次咱们先说黄忠。操作者呢，刚才大伙儿也看到了啊，在屏幕当中他也是重录了几千次，来自咱们的 GXQ1234556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魔黄忠也就是白黄和诸葛，他俩应该是在秒杀这个人物当中啊，属于佼佼者。诸葛亮呢属于什么呢？属于这个后期啊比较厉害，而白黄和魔章属于前期比较嘚儿。那么他俩呢都是可以有气儿、有必杀、有宝，而这个魔章呢就是没有气儿、没有必杀啊，但是前期特别厉害。魔章呢目前呢是人脑单通啊，这个第一人。双爆的话也有诸葛白黄，也有魔章诸葛啊等等之类的啊，这个玩法。那这一次咱们先做这个诸葛和白黄，那么咱们还有白黄和张辽的速通视频，也是非常的极限。那么这个配合呢，它就不等同于咱们人脑的那种配合了。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呢，到目前为止啊，看得出来诸葛亮呢，他也是打出了各种的血杀来清兵，包括万箭穿心。这个在小的时候咱们都是不敢想的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啊？好的，顶过来，看没看到这边呢？白黄忠他是跟过去吃了一个毒镖。这个道具呢，很多人说吃这个道具是不是要浪费一点时间？严格意义上来讲啊，这个它存在既有意义啊。既然它存在在这个咱们说在这个视频当中呢，它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各种抠，然后诸葛亮呢也是要把自己的血量补差不多。这个位置上看一下，能秒就秒，毕竟秒杀也快啊，你懂的。好了，1、2、3，前锁转身，1、2、3。好的，这是一个伪秒杀的玩法。伪秒杀呢，大家伙儿看过其他人打速通的视频就很简单了啊，就是在于这个1、2、3转身，1、2、3前沿创，2次前沿创的节奏。好的，追地挑起来，漂亮，这个追地起手啊，非常屌啊！他还是打出了一个前顶创的这么一个追地起身。这个说句实在话啊，操作起来那真的是复杂的一批，并且呢，他还强制性出了一个弓箭。虽然说这个弓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，但是呢，也是非常的拉风啊。这个正常来讲，咱们说这也太变态了啊！一上来呢，就是一套小连招把兵给秒掉，非常的变态。好了，在录制过程当中呢，大家伙儿可以听着嘚嘚嘚嘚的声音啊，也除了嘚嘚嘚嘚嘚声音之外呢，还有叮的声音啊。这个 Tokyo Hot 啊，什么一本道虎，什么配信啊，乱码七糟的啊，这个声音在小狼的这个录制视频当中啊是频繁出的啊，但是那个嘚嘚嘚嘚，我告诉你，那真不是我啊，那是咱们的视频作者录制的时候呢是给我的。当然这个因为它是 TAS 录制，所以说咱们并没有所谓的那种这个方便观看的这个文件，其实也可以用什么观看，用这个咱们的这个初始平台，然后记录观看，但是那种呢容易出现 bug 啊，所以说还是操作者录好了之后呢，把这个视频给我啊，我来去做配音啊，这个比较好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为止呢，第一关也就是过了短短的这个2分钟啊，再往后呢，这个应该说啊，关也是越来越长，这个是没办法。过图需要时间，咱们跟大伙儿说一下啊，这次咱们速通的时间是26分钟。速通它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从你从空中掉下来那一瞬间开始啊，掉起来坐地那一下开始计算时间，然后到曹操被打死屏幕闪光的那段时间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配音啊，应该算是这个速通时间。它不是说从投币开始算啊，但是你要也有这个愿意从投币开始算的，因为这个TAS 的话，在选人，比如说2个人选诸葛和黄忠啊，在选人方面上也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说法啊。这个好了，双隐身。这个你要如果真按照我的说法呢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黄忠吃了火箭，黄忠吃了火的这个弓箭啊，诸葛亮吃了倚天剑，加上祝融令啊，我们俗称圣火令啊，这样的话可以提升咱们这个小宝的这个伤害啊。这个比如说像铁莲花可以瞬间变成一个炸花，包括小箭筒可以变成3个箭筒带火，有利于咱们用小技能来秒怪啊，秒小兵。好的，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，诸葛亮打小兵，然后白黄呢打上车。
其实上下中下车无所谓啊，根本就不需要咱们去定班。这边呢是诸葛亮吃了一个雷霆万钧，然后落地再加上一个黄石弓。这边呢，直接出手就是放黄石弓啊，连选宝看宝的时间都没有的感觉。其实这个就咱们 TAS 操作呢，就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看宝然后选。要不说为什么说 TAS 喜欢从这个投币开始算？因为从投币选人开始，这个我都是可以极限操作的。你人脑操作就不一样了。人脑操作，就算他套路再深，你选人，比如说你摇杆1、2、3、4选到第4个人，这样的话就特别需要这个快的时间，而咱们这边，对吧？就用几乎就相当于内存选的感觉啊。咱们可以看到屏幕当中这个也是有这个 bug 啊 ，bug FIXED。这个显示这个，当然了，很多人说这个那个不是等同于这个原版，其实咱们是从哪提取呢？啊，是从这个 ARC 里提取的啊。当然了，最近也是黄蒙圈了啊，黄蒙圈了。好了，看看这边的诸葛白黄这个位置上呢，必须要先把石头引出来，然后诸葛亮在这里呢，可以看到他一直在修这个小兵。也是可以长一长气和升级。那这个位置呢，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，这个不是说有意腾时间，石头不滚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2个人以上啊，就多人以上之后呢，这个时间会变得非常的长。没有办法，一个人的话滚石滚的稍微短一点。好了，这个位置上可以看到诸葛亮用火箭清兵，这也是咱们可以想到的一种方式。好的，连续的2个火筒。这个黄忠呢也可以用这个小火弓箭啊，然后来涨一涨分啊，又快又能涨分，一下1000好像是啊。然后咱们看看，马上呢进图，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来到了咱们的王平图啊。小的时候这一关，这个第2关王平图是真正的福利图啊，真正的王平图，它这个非常屌，就是给你杜康酒啊，什么包括太清丹经、黄石弓啊，也还包括一个这个元军令。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个人认为是无所啊，这真的是无所啊。好了，过图之后看一看情况，定军山，红旗啊。好了，再往这边来。又是用这个黄忠的这个铁弓箭效果啊，一下一个穿透效果。其实这个白黄忠的前手啊，他这个前手呢，其实也比较变态啊，就是说能够穿3个目标，普通的那个黄忠只能射中1个目标。其实咱能理解啊，这个他射出那个前手那是3根箭啊，普通黄忠是1根箭啊，这个确实是这个合情合理啊。好的，一个夺。这边好了，这是要秒杀的节奏啊！看起来跟这个诸葛和张辽的这个秒法差不多啊。这个秒法呢，咱们看看也算是在速通的基础上呢实现了一个秒杀啊，这一点是非常屌的。好，让我们看一下这边读上之后呢，诸葛亮已经先手爆气，因为只有爆气的才能这个和队友进行配合连击，前前错。又是单 A 一下，这边追地过来反 A， 然后前前错一个看刀。他这个很多人看不懂啊，黄忠包括刚才打这个马那个地方啊，不是马，打这个孙基那个地方也是啊。他这个追地是怎么追的呢？他是追地追起来之后啊，然后马上回身前锁一个看刀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极限啊。这个感觉人脑这不是说不可能，咱说就这个节奏啊，特别难掌握的节奏。好啦，是大石头配合诸葛的这个火箭，反正总之就是秒杀小兵。王平呢，咱们刚才呢这个虽然说没有进屋啊，但是跟他还是有好感的。很多人一直就误解这个王平了啊，说这王平不是蜀国的吗？啊，其实王平跟这个姜维一样，他俩以前都是这个，按理说他俩都是这个魏国的啊，因为属于都是这个魏势力的啊，应该属于这个按理说啊，就属于这个正统啊，历史正统。而这个后汉啊，这个被正统称之为蜀国啊，其实按照正常来讲呢，不应该称为蜀，你自己说自己是蜀，就相当于日本人说自己是倭寇一样啊，这不能是这个意思啊。但咱说啥呢？就是说王平呢也是一个非常屌的一个将领啊，在这里呢，这个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其实着墨啊挺多的，只不过咱们看这个电视剧啊，还有包括什么新三国，他对王平这个刻画的不深。王平曾经是以少胜多的一个
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军事军事行动啊，是以少胜多。但是呢，你看它不等同于那种大型战役啊，比如像什么官渡啊，包括像赤壁啊，以及咱们的这个火烧连营那个叫夷陵之战啊，其实这个王平那也不错啊，但是只是他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，而且没有拿到实权，他属于什么呢？属于副将啊。这个副将呢，不像这个咱们像以前三国群英的时候那种副将，他这个副将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都是属于像你比如说你像军区的感觉啊，你像有军区，比如说有师长啊，有师长，有副师长。啊，有参谋啊，有这个政委啊，什么等等之类的，他相当于参谋团里的一个官职，一个还挺大，但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选手吧啊，但是呢，所以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啊。在降将方面上呢，能做到这个最高军事统帅的，也无非就是姜维了。好的，又是这个效果，看没看见？又是这个效果。刚才最后的这个追猎，相当于打这个夏侯惇的话呢，相当于打孙基的一样的玩法。前期是属于伪秒杀，表面上看起来是连招，但是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连招啊。只不过呢，这个电脑呢特别配合咱们啊。说句实在话呢，他不配合不行啊，你不配合，我就直接穿越回去，然后呢再这么连你一套，直到你配合为止啊。你不配合就有点像那个咱们那个奇异博士啊，奇异博士那个电影大家伙看过啊。不是那个复联3那个感觉啊，是这个奇异博士独立那个电影里面啊，就他那个效果啊，就是能够这个无限穿越回去啊，就是你服不服啊？不服我就来就干啊，有点像那个。好的，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黄忠的一个爆气的一个效果啊，黄忠的爆气呢，好的，可以看到这两个人配合啊，非常的完美，一个夺下蹲，这边是因为诸葛起手，然后黄忠可以，因为黄忠是爆气的。好的，追力调手前手一个直接看刀前手，一个前手就是射弓箭。虽然说呢没有秒杀，也没有实现伪秒杀，但是他俩的配合相当于天衣无缝了啊。这俩人属于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就是说天人合一啊。说句实在话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割案干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看看接下来呢是这种情况下应该是黄忠长气儿的时候吧啊。好的。不让黄忠长气儿，咱们这个不是秒杀，咱这是速通啊，咱这也有速通。速通的话呢，这个诸葛亮就是来黄老前辈啊，只需要给我这个黄老邪，只需要给我3招啊，歘后好啊，就再见啊，后哈。这个后前手确实伤害高啊，就在这个玩家跟玩家 PK 当中啊，诸葛亮属于那就相当于97当中的大蛇一样，你选谁你就再见啊，就是。好，可以看到白衣渡江。这一关呢，速通的话就跟貂蝉说再见。以后你们看到啊，只要是秒杀啊，这个貂蝉基本上都会出现。只要是速通啊，貂蝉就一句话就是再击案见啊，再见。包括那个近打法啊，近打法也有那种也有不玩的，因为既然我进血了啊，比如说我进血进 BCD 了，那我就不打了，我何苦招那罪去啊？但是也有说什么我打全 boss 的也有，那愿意打不打啊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反正如果是 TAS 的话，如果说进血，那真是无所谓，随便玩，因为这个只要挨揍了就返回去。好了，看看烽火台。这个扔大腿的这个我军奸细啊，直接被诸葛亮粉上啊！就诸葛亮说我们做事就是这样啊，就明显就是，然后那个你完蛋了 Tony 啊，诸葛 Tony 啊，你完蛋了啊！这个给你大腿你都不要，好的，全程一个万箭穿心打4个目标啊，这个点掌握的非常完美，确实屌。好的，这个兵还没滚出来呢，这个小胖子啊。还没滚全乎呢就死了，就是太快了啊！再刷兵，前锁，就是快啊！这真是太快了，没说的万箭穿心。好的，再来，直接进屋啊！这屋就噔就不可能了啊！好了，这么多这个铁甲兵的话，诸葛亮应该怎么清？好的，雷霆万钧，一个炸花能炸全目标，好的，非常漂亮。
雷霆万钧呢，只不过是为了杀死一部分小兵。很多人说他无论怎么雷霆都不能把全部小兵打死吧？也有可能全部打死，但是没有这个必要。他只需要打死2个目标之后，然后呢落地扔一个特别准的炸花，把所有小兵全炸到就可以。最终的时间是一样的，因为炸花可以秒掉铁甲兵的啊，这没说的。好的，接下来看看，马上是铁甲兵，好的，一下全炸。被火崩到的时候还能涨5000分啊，这5000分呢也是尤为重要的啊，也是怕自己在连招过程当中出现升级。看看这一局萌萌这8块腹肌啊，落地一个小飞轮，飞轮接张灵剑，直接点到将近50多连啊，将近60连，追地一挑前搓搓，好的，再追地一挑前搓搓，好，非常漂亮。咱们再看一下麦头显示，飞轮的伤害大家可以看到了啊，非常点的伤害。这边点到40多点、50点，将近60点，将近60点的感觉啊，不到60点。好的，这一套招就干没血了，追地前线撞反身位，这诸葛亮打后手，回身再一点前左，然后这边诸葛亮后手一接，因为诸葛亮爆气了，说这个太变态了啊，这个。怎么说呢啊？人脑能完成这个吗？我实话实说，完成不了。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人脑，你像那个当时我记得我玩这个咱们三国战记啊，我经常开那个连点器，也就是说那个叫金手指，就是加藤鹰手指啊，就是一顿抠啊。这个金手指是怎么回事？就是说它可以让你这个，比如说你像摇杆也好，还是键盘也好，比如我设定一个按键，比如说这个诸葛亮的单 A， 就是比如说是这个摇杆或者键盘上某个按键，我把这个按键呢调定为这个无限连点，点到最快。但是呢，也没有咱这个快。实话实说啊，这个就是把你系统上的这个速度全都压缩了啊，相当于。就你系统最极限的给你弄到了，而这个咱们的连点器呢，它只不过是你的电脑系统和你的物理的这个键盘上的是最快的，所以说这个没什么其他的作用。好了，这边呢是直接让它放跑就可以了，选择先手放跑它。接着刚才那个话题，就是我记得那边呢，我最多应该是53点，不是54点，这边呢明显看得出来应该是59点。甚至是更多，我肉眼已经看不到了。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按照咱们的理解来讲啊，这个所以说人脑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吧啊，就是说人脑的话呢，它速通到目前为止呢，单人速通28分钟，据说28分钟多啊。到目前为止，咱们这位高手还没有打，我相信以后还有更优秀的作品啊。咱们特意给咱们的这个 GXQ12345呢设定一个专辑都无所谓啊，我觉得真是可以的啊。越是咱们这样的高手啊，我觉得越是值得去尊敬啊，值得去这个，因为他非常的辛苦。好的，一个多，他爆气明显这又是要秒了。这个慢镜头显示应该不用看了，咱们看一下，太变态了啊！这边读上之后，1、2、3、4、5，前前锁反身位 A 一下，这边追完之后，他这个前前锁好像是瞬间歘好几下啊，这一点是最变态的啊，这个。是确实是啊，我感觉就是把这个系统研究明白都不是事儿啊，主要在最极限的时候伸出最极限之手，前锁，我靠，这个连点数在那儿啊，你真是用一句百口莫辩啊。好了，看看雕虫小技，一个夺打回来，1、2、3、4看刀，单一点一个夺，这就是2套招要直接就能干死的节奏，3套招再一个夺。好的，这陆逊死的，应该说死的不算惨，最起码他有2次站起来的机会啊，这个不算惨。然后呢，咱们看一下慈四啊，咱们看一下沙漠里的最后一只鸵鸟逼鹤啊，人盾书，然后用这个好的用。之前咱们是用地盾书克人盾书啊，这回呢咱们是用元军令克人盾书，然后用天盾来这个重置，这样的话身上还有一本天盾啊，就是好的，看看这个位置上用火烧的是特别快，然后诸葛亮在这里秀手法，这个豹子啊死的那叫一个惨啊。好的，再烧，这时候呢还可以多涨一点分，涨分的话肯定是要黄忠涨啊，非常非常帅气。好的，黄忠又升了一级，娘啊，是狠啊。好了，这个死就不用说怎么死了吧啊！泰森的弟弟叫太简单啊。接下来呢又升了一级，这样的话12级黄忠，10级诸葛啊，10级诸葛。黄忠的话呢，他比较屌的就是在于10级之后啊，像张飞、黄忠、赵云，10级之后呢攻击速度是变快啊。还有咱们的这个马超啊，血战夺荆州。来看看接下来是小宝集会啊。
就是落杀点，然后这边跟小箭筒，另一方呢是小火箭筒，因为有这个助容量，也是一个意思啊。很多人说为什么不用火箭？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比如说像土雷和箭筒，它能烧死它，但是呢，这个火箭就不能啊。这个火箭呢，并不是咱们想象中这个能秒到所有小兵啊。再捡，好的小火箭筒，再来。电箭的话就不用想，直接呲死啊！这个位置4个刷点呢太过于分散，所以诸葛亮还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显眼锁，那总也比浪费一个黄石公或者说把黄石公留在这儿没有意义啊！因为有电箭的话呢，机动性非常快，诸葛亮也是可以利用快速的前锁。但是你要用雷霆万钧呢，在空中停留那么长时间那就没有必要。好的，这里放了一本天遁书，天遁书呢可持续性刷怪比较屌，这样的话电到了8个怪。好了，看看又是炸花。这个小轻骑兵的马是最怕炸花的，但是一个炸花炸不死这个马，它需要一个炸花再加 A 一下啊，或者是先锁一下。总之呢，炸花就已经炸成1丝血了，然后再用普通 A 一下就可以秒掉这个轻骑兵。轻骑兵在小的时候呢，出现的场次不多，也就是在这里出。然后呢，它可以一个前锁打你这个多点连击，非常变态啊。好了，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打虚楚的话，看来也是要用毒的秒法。好了，一个毒，双爆。看刀，再一根单 A 一点，再毒起手。因为好了，再一个升级挑过来，又是毒上，许褚无限被毒效果，诸葛选择毒，然后黄忠利用爆气的这个跟晕效果。黄忠这个是特例啊，这个很多人都没有看过，都不知道为什么黄忠打人这个晕不解。这就是黄忠的特殊效果，他不是打人晕不解，他是爆气了，用单 A 打1、2、3的时候呢，对方是不受影响的。你不受影响，所以说你就可以无限被我战力 A， 然后呢再毒你就好了。单人玩的时候也有这种玩的效果。好的，一个后手爆气，玩法差不多。这位置上又是一个毒。好了，身上咱们可以看到啊，身上有这个小葫芦。你只需要跟他重影就没事儿啊。好了，再一个毒，这个位置没有办法，不浪费时间不行。对方起身必须要练一个必杀，比如说像这个转圈必杀、火必杀，包括像这个之前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葫芦必杀。那这边呢又是追地的3秒，虽然说利用火箭啊打黄盖感觉费血不多，但是总体来说比你这个普通剑最后一次刺那一下血多就好。而且呢这个4招最后一式嘛，血也多一点，不过无所谓啊。前期已经是用了咱们的这个毒，然后打对方起身，再让对方起身练必杀的话也得不偿失。所以说追地呢也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效果啊。好了，最后一关，这一关的话呢，4个 BOSS 在打 BOSS 的过程当中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如果说是还是那句话啊，如果说是这个大马啊。大马的话呢，这个咱们之前看那个秒杀的玩法是诸葛亮这个变态的要死啊，太清丹经、招安状，然后的秒法啊。那这边如果说是咱们还这么秒的话呢，咱们还可以再情景回放一下啊，多么的变态啊！好了，咱们看这边的刀盾兵，再往前走，这个地方没办法浪费时间啊，这个历史上最浪费时间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没有第2啊！你看啊，这3波马你还得等第2波，你打也打不死，然后第3波冲出去，然后再从这边回来1波，哼，然后诸葛亮滋滋啊，就是能理解啊。好了，一个爆气1、2、3，再毒，没有用那种秒法，好的，就是一顿毒，血杀，我靠！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就伤害来讲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就伤害来讲，还是这个白黄忠这个濒临伤害比较高。因为诸葛亮，如果你不用咱们变态像那种秒杀的方式呢，诸葛亮的话呢，他打中人电的话呢，只能电这么一下，然后对方就要浑身滋啊，然后再落地，然后再被你打，然后对方起身还要强制反击，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，或者说你用黄石弓还得打好几下，刚才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完美啊。接下来是黄盖去了，接下来是魏延也是非常害怕电的，在这里呢，诸葛亮这个电剑可能是要做文章了啊，在这里看是要做文章了，因为秒杀的话呢，咱们是要多秒几个，而这个呢，咱们是为了速度快，先血杀1点，追地过来一个前锁，好了，再来第3次追地前锁，直接血杀。这个个人感觉也是秒杀了啊，
看有没有能显示，先手一个血杀打倒，追地前锁锁，再追地反追前锁锁锁，哎，这多了一个锁啊！第3次追地前锁锁锁血杀，这个怎么说呢啊？这反正嘛，人脑就再见。我觉得只能用一句狗的白啊，速度太快，节奏太稳。你想打好，那我个人觉得偶尔蒙上一次应该可以了啊。好了，接下来看看，马上是这个司马懿。司马懿的话呢，其实啊，他这个最后这2个 BOSS 啊，咱们说看起来呢，个人觉得他俩就不用考虑了啊，秒的话就不用考虑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他们身上还有各种牛逼的宝啊，这个大宝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好了，在这个位置上看看司马懿，勾到这个位置上一个傀儡王定住，因为一会儿还会有一个傀儡王，2个人互相合作一下，再追地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伪秒。好了，再来，这是伪秒加小金珠，再小金珠伪秒杀，直接干掉。这个呢不是秒杀，但是形同于伪秒杀，对方没有反击，你只是没看见，他反击的瞬间被这个小金珠给打断了。好了，再走。这个位置咱们不是在腾时间，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不往前走啊？他一定要到一个节骨眼上才能过图，然后呢碰见曹操。咱们看最后这个曹操长得像张飞啊，傀儡娃定住，好了，周安壮123前锁，再来打，这个不是秒杀，但是打对方定平，刚想出招给他破招，再来，好了，小金珠前锁小毒镖。再闯小金珠，漂亮，呼风唤雨，这还能再卷上去吗？好的，卷不上去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很多人说啊，那他俩这个到底是不是秒杀？对方没有反抗，还是那句话，反抗了。但是呢，在反抗的基础上呢，周安庄有点慢，被破招啊，最终导致这个内分泌失调、囊肿、黄褐斑、子宫肌瘤加乳房肿块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伙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关注和订阅来支持小狼，并且呢，可以同步在微信的好友添加啊，选择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一栏当中搜索“小狼解说”4个字，在这4个当中呢，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。那这关注小狼之后呢，可以收到小狼最新最全的视频推送，还有资讯，包括小狼比较日常的那种你懂的啊。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小狼吧啊。如果说你方便的话呢，关注一下。以后呢，很多视频都会在那里首发啊，希望大家伙能够支持。咱们下期再见。